taking over now. Tough it out, that's what I'm all about. 我们注定要穿过一层新的围墙，解锁一道光。我们知道未来还有无限的巨浪挡在我前方，他们都筑成令我登高望远的路，是令我启发我成就我给我的量。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握在我手上。赵女士，请喝茶。哦，谢谢你。您愿意跟我聊聊，为什么这段时间您想来做心理咨询？我现在有一个疙瘩，好多年都没有解开了。请说。我能再喝一杯水吗？谢谢。我有个弟弟叫俊俊，8岁那年他死了。虽然说是个意外事故，可是我一直觉得是我把他害死的。那年我也刚刚才13岁。有一天我们俩吵架了，我摔门就出去了。我弟弟一直跟着我。姐，我不喜欢姐姐了。爸爸不喜欢姐姐，爸爸也不喜欢姐姐。好，那我走，现在我不带着白远山了。姐，你要去哪？我不认识这边路。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画面，我弟弟在水里伸着手，还喊着“姐姐救我”。你说，小文老师，你说是不是我害了他？如果我当时不跟他生气，如果我妈妈跳进水里先救他，不救我，我弟弟是不是就不会死的？我真的这么多年，我一直。我对不住我弟弟。您觉得是您导致弟弟落水，而且您觉得因为救您，所以妈妈没能救弟弟，您非常的后悔、愧疚。看着弟弟被水冲走，您感到很无力。110，赵女士放轻松，闭上眼睛。100，闻一闻空气中的味道，描述一下你的感受。什么味道？是檀香的味道吗？是檀香，就是。仔细感受一下，描述一下沙发是什么材质的，摸起来手感如何？是布的。80，很粗糙。60，赵女士，能说出那次经历，一定花了很大的勇气吧？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了，目前你在一个很安全舒适的咨询室，而不是河里，对吗？感觉安心些了吗？好
好多了。那就好。那次事件之后，有没有影响你的生活、工作或者社交？当然有影响。比如说，我总是做噩梦，梦境大多是关于什么？是我弟弟在水里喊我，隔三差五的都会梦见他。每次醒，我都是非常恐惧，我害怕他。我总觉得我弟弟好像还活着。这种感受跟那次的经历很像，让你仿佛重临现场，对吗？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异常吗？我还是特别害怕比较封闭的地方，我一进去好像就窒息了一样。赵女士，我这里没有可以。冰冷、潮湿。您刚才说的呼吸困难，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最长的有的时候10几分钟，还觉得喘不过气来。密闭空间里的什么元素让您感到害怕、难受？水。从我弟弟走了以后，我都不能看见水。也就是说，在密闭的空间里，让你感觉像在水里一样，是吗？对。那刚才您说的那些症状，您还记得第一次发生在什么时候吗？我弟弟走了2、3个月之后吧。这个事件发生在您13岁的时候，那么这40多年来，您都没有寻求过帮助，对吗？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心理咨询师。再说我自己的痛苦，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次要不是我女儿让我来，我大概也没有这个勇气。开饭了，你怎么自己先吃上了？哎呀，小强，哎，今天多亏你和佳慧帮忙啊！哎呀，别客气，老师。作为赫顿最好的异性朋友，他的老师就是我的老师。以后您有什么事啊，就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过来。好。今天太着急了，将就坐下，下次给你们算大的。哎，坐。哎，这已经很好了，已经很丰盛了，赶紧吃吧。对啊，都是自己人，别客气。哎呀，之前听赫顿一直说起你，没想到你性格这么活泼。心扉夜话我听过，做得不错。谢谢老师，这也多亏有贺老师的加入，才能有这样的成绩。教授，你听过我们节目啊？那当然，你是我学生，得支持啊。佳慧啊，之前就见过，不单博学，在生活上还是一把好手。博学谈不上，和您比差远。哎，我就是教书的，来吃饭。哎，教授，你这鸡是刚才你们抓的？你真以为我把老柯的鸡炖了？这是我从冰箱拿出来的，就3个，正好1人1个。那我不用了，我刚刚什么都没做，我不吃。你别，我后来的，我不吃。哎呀，年轻人呐，就得多吃肉。佳慧啊，今年多大了？贺顿是，我91年的，属羊的。对。怎么了，教授？啊，那你比赫顿大1岁。对。我属猴的，我跟顿顿一样大。叫我什么？小强，你之前从哪过来？哦，我从文昌街过来的。今天本来约着赫顿呢，要去见见小的时候照顾我的几个老人。哎呦，那我是不是打乱了你们计划？没。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一直听赫顿提起你，就早就想来拜访您了。我什么时候跟你说？哎呀，人多就是热闹。你们啊，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饮食方面啊，千万得注意。就把这当自己的家，想吃什么就跟我说，
给你们做。教授，你可太偏心了，你以前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以后你们不好意思就把他给拽上，给我这添人气。那以后我就经常过来蹭饭了。好，别客气，当自己家一样。哎呀，我的菜园子呀，终于热闹起来了。吃饭。您先冷静一下，这里有个表格，您先填了。创伤事件再体验。特别害怕比较封闭的地方，我一进去好像就窒息了一样。高唤醒。从我弟弟走了以后，我都不能看见水。回避。小文老师，我今天跟你说了这么多，想说的我都说了，你看我到底是什么病啊？根据今天的谈话，还有您填写的表格，我初步判断您的症状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 PTSD。PTSD 指人在遭遇威胁生命的重大创伤事件，或者是目睹别人经历威胁生命的创伤事件之后，有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症状。但您不用担心，这是可以治疗的。我们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概3次会谈之后，我会跟您讨论如何治疗。要3次啊？你们确定了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对症下药了？我这里并不会开药，但如果我认为您需要药物治疗，我会提供您建议，或者是推荐您适合的医院。但现在首先，我需要跟您了解更多的信息，再跟您讨论如何开展治疗。针对 PTSD， 延长暴露疗法是现在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我会帮您做情绪稳定化的练习。再来是直面创伤，还有创伤的整合。因为创伤会损害我们的相关记忆，透过治疗可以帮助您重新整合破碎的记忆，从而帮助您恢复适应。那整个治疗要多长时间呢？因人而异，在我这里的受访者半年到1年不等，但是因为您的症状持续比较久，年纪又稍长，会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大概需要3年。3年。我大概等不了3年了。成不成？还好。马上到了。我们要不要等佳慧一起啊？等他干嘛呀？他车停好了，自己会过来。没关系。秦萌，来了，来啦！哟，好，欢迎欢迎欢迎！对呀，哎呦，看何总给你们买了水果。哎呀，来就来了，还买些水果。哎，就是啊。哎呀，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我齐伯，齐伯好，齐伯母，齐伯母好。这姑娘可真漂亮，漂亮，大眼睛，樱桃嘴儿，好看。别，快带人家坐，走。哎，水果来了！哎，秦伯，哎，啊，秦伯好。哎，这就是河豚。哦，河豚。嗯，我支持我。来，阿妈，水果大会，水果来了。阿妈，阿妈好。是啊。你家怎么这么多人啊？就是不正常，你看。对呀，长得真水灵。今年多大了？哦，我今和开开同岁，般配的很，算我俩猴。哎同岁和开开。般配。姑娘，你家还有谁呀？哦，我家就我跟我妈2个人住。那你做什么工作的呀？我目前在。少问几句，让人家贺姑娘吃水果。对，没事的，阿姨，我是心理咨询师。对。我来说一下吧，就是说，哎，你心里堵得慌，你不开心了，你找何顿聊聊天，你一下子就开心了，是吗？对。哦，好啊。贺顿这个节目我可喜欢了，我听到你的声音，我的心里就可舒坦了。我也是。我会。哎，这位是？佳慧进来。
这我朋友叶家辉。哦，家辉，家辉来吧，叔阿姨好。家辉，进来坐。各位叔伯好。快坐，快坐，快坐。给你们带点东西。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小辉，这些都是我的家人。没看出来吗？你们到多少？刚到，也一直在吃水果聊天。要不使唤那孩子去干点活，可以开开他们和一起相处的机会。那个家辉啊，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学医的。哦，学医的，这个职业好哎，可吃香了。我跟你说啊，家辉特别厉害，是个大夫，特别擅长扎针灸，专治各种神经。啊，这个神经科，专门治疗神经病。这俩孩子，那家辉啊，那你会不会做菜啊？会一点。那帮阿姨厨房帮忙怎么样？好，没问题。阿姨，我也可以。哎，都别动，都别动，有家辉一个人就够了。来，我去帮忙。开，多聊会儿啊。哎，这家辉神啊，去哪儿都能引起骚动。我看是你引起骚动吧。妈，这个月成本支出是12000，这也太多了吧？咱们尽量把水电费控制在200以内，进货价控制在7、8千，可以吗？知道了。妈，你怎么又进那么多货呀？这卖不出去，亏的是咱们自己。这你就不懂了，我这批货呀，这个丝面金牌虾饺卖的可好了，这冰箱里都没货了，我赶紧补货。听你的，听你的。丽丽啊，你跟那个谁分手了吗？啊，分了。嗨，分了好啊，咱必须分。咱们不能昧着良心做人，是吧？你真这么想呀？那当然，咱们做人呐得有骨气。你说他把你骗了，但是咱们得堂堂正正的，是不是啊？你能这么想就行，反正分手了，这店还得给人还回去。不是，你说什么？这店得给人还回去。不是，他房中一个大老板啊，我们要他一家店怎么了？那没办法呀，人家出了钱，人家说了算呀。哎呦喂，现在那年轻人啊，真厉害，这么好的厨艺啊，真的是少见哎。这些你都会做？没问题的。哎呀，原先你秦伯伯的厨艺也算是一绝啊，自从开了滴滴，这下厨的机会就少了。他为什么不在家里享幸福呢？开滴滴好啊，这一路上能碰到各种各样的乘客，有一上车就睡觉的，有一路打电话的，还有一些跟他唠嗑，什么失恋啦、跳槽啊，还有吐槽，可有意思了。你的厨艺这么好，人又长得好，职业又这么好，肯定找好女朋友了吧？还没有。我女儿要是单的就好了，有你这样的女婿，该多幸福啊！家辉啊，你想找怎样的女朋友？阿木给你找。善良，能够孝顺老人就行。呀，说的真好哎！好，哎，我跟你说，我的外甥女大学刚毕业，正是谈恋爱的好时候。你给我留个电话，我看这事儿肯定有戏。这个房中礼啊，他怎么比你那死鬼的老爹还抠啊？啊，他有错在先，他不应该赔偿吗？况且你这送出去的东西，我哪还有要回来的道理呀？哼，还亏得他是一个什么成功人士，我呸！我一个没文化的，我都比他懂得多。我，哼，你真这么想要这个店呢？当然了。行吧，那我就跟他复合呗。不是，为什么呀？那人家都说了呀，跟人在一起才能给我这家店。哎呦，不是，丽丽啊，你是怎么想的呀？我怎么想不重要啊，关键是我妈喜欢，我得听我妈的呀。那我就
牺牲一下自己呗。不是，丽丽啊，咱们什么事情啊都是有解决的办法的，你说是不是啊？行，还就还，他一个臭男人的钱，那老娘我还不稀罕呢我。哎呀，就这地段值50、60万，是有点可惜了哦。 50、60万算什么呀？啊，那我们娘俩省吃俭用，也能攒回来。妈，我逗你呢，你怎么那么好骗呀？还好我这智商不遗传。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说清楚了。妈，你放心吧，你女儿我这么多年没白打拼，我还给自己攒了些嫁妆呢。这个店呢，前2天我已经一次性把钱打到她账上了。 现在我们俩2清，是。从今往后，咱们娘俩挺直了腰杆活着，这店是咱们自己的了。哎呦，你说你把那嫁妆都弄没了，那你以后将来嫁人怎么办呢？啊，我不嫁了呀。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就跟你过一辈子，行不？行不行？你别跟我说这话啊！你自己有家不回，你赖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赶紧回家去。 我哪有家呀？我那房子是租的，又不是买的。那租房子也要钱呢？那也没空着呀。老贺不是在那办工作室呢吗？那个丽丽啊，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呀？没有啊，真的。哎呀妈，那我回来陪你几天，你不愿意啊？你不愿意我走了？愿意，你陪着妈妈高兴。 赢了，解杀！赢了！哎，这就是我们今年啊文昌街的第1次应节，可喜可贺。掌柜啊，后生可畏呀！我甘拜下风了。都是各位叔叔伯伯们教的好。你不知道现在这个后生啊，真是。哎，各位，我不能陪大家了，我这个第1约单7点钟有一单，我得去备车了。啊，大家别忙着走啊，咱们搞一次活动啊也不容易，一定要喝个瘾留恋，我都准备好了。好，来，3、2、1，文昌街。旁边闪着金光的就是。那这个谁管谁啊？不管我吧，我是经常哎，你去拿一份好喝的，给后面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哥哥，让他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快去！来吧，让我们战斗吧！哥哥，给你评这个。选好了。谢谢你啊。哥哥，你能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吗？我们的游戏正好缺人。好。哇！你输了啊！走。哎，那个啊，叫哥哥。哥哥。那谁来教哥哥怎么玩啊？我。你教啊。这是你的，这是我的，我给你打下去，你就输了。试试。来吧。世界最紧，等我没牌了。
这里的真有烟火气啊！你也经常来。我来暴击了。抱起他吧。该你了。怎么了？没事，我就是很惊讶，你一点都不像失去家庭的孩子。他们都这么说。别得这街坊邻居啊，交给你都把我当亲儿子一样，都这么多年了，我也该跨过去。嘿嘿。即便是这样，你一点都不感觉到孤单吗？会啊，但是未来还有那么远，也不能总活在过去吧。我来打。我接个电话。你来啊！你打不打？喂，爸。来吧。好。哎，我用这个打你了啊！开义，你打中间这个。我有点事情，我要先走了，你帮我跟贺顿说一声。行，那你随时过来呗。谢谢。去吧，走了。行了，自己去玩去吧。叶家辉呢？哦，他被一个电话给叫走了。我跟你说啊，他那个样子，特别像个反派角色接到的任务。哎，你在这些片混得不错。我在文昌街可是老大。哦，看出来了，你的这些小弟都挺厉害的。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咱们新飞夜话呢，要做一个心灵之桥的活动。心灵之桥是什么？自从上一次 CNO 的活动结束之后呢，就有很多听众打给我，想要做咨询，但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他们不知道通过哪个渠道可以找到好的专业的咨询师。刚好呢，也有很多咨询师听了咱们节目之后啊，找到我们，说他们可以给这一些经济困难的听众做一个低价的咨询，所以我们就想，我们刚好可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桥梁的作用。这很有意义。哎，我能报名吗？当然了，你可是我们的王牌心理咨询师。少来吧你。不对，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找你，我说你为什么想开心理咨询室？你说自杀干预能做的有限，我想帮助到更多的人。所以现在看来啊，咱们节目真的可以帮到很多人。林开义，我发现你在文昌街跟在其他地方好像不太一样。嗯？有什么不一样？像个大人。我在其他的地方就像个小朋友啊。哎，那你是喜欢我像小孩一样的，还是我像大人？啊，都不算讨厌吧。不讨厌，那就是喜欢。哎，两者不一样，好吗？你看，没事吧？你看，你有点关心我。我是怕你摔死，好吧？哎，王哥，来换一个。有火鸡吗？有。不对，干嘛？烟花，小心手啊！哇！我第一次玩这个啊，真的？真的。你第一次玩仙女棒？真的。第一次玩仙女棒。
晨曦，绽放出一朵花语。家里有你与咖啡的香气，无论是阴霾转雨，还是天气忽然放晴，我都想和你在一起。一阵雨，轻轻的、远远的飘出了天际，也带走我蓝色和多云的回忆。你绽放出晴朗如歌的风景，也看见你亮如星辰的眼睛，它温暖我的笑容，倾听我真实的声音，给我最温柔的回应。看见了美丽的爱情，忽然之间来临，牵你的手，我能感受到你的心，牵你的手，我能感受到你的心。对不起，我自己有点恶心。对不起啊，吃多了。接球，接球。我开大脚还是不行。你这个要用脚踝推，找对了方法才能事半功倍。哦，最近状态不错吧？我交了几个有趣的朋友，我准备换个玩法。说来听听。我觉得谈场恋爱也不错吧。儿子终归是长大了啊。游戏就是游戏，在乎的是结果，过程不重要。但是有一样，你要注意。先把东西拿到手。放心吧，爸，你没事吧？没事没事，你小子劲儿真大。哎呦，哎，歇会儿就好了，歇会儿，不急了。对了，我今天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找到了这个。这是什么呀？你妈走的时候留给我的信。今天难得咱们俩这么开心，要不然就别看了。
是我要用一生去背负的过错。我把孩子留给你。妈不会变成这样。5朵玫瑰花，2颗红枣，80度的热水，帮你恢复精神。谢谢。这次的案件很棘手。上次特勒斯弗罗斯的案例之后，你就没有回来过了。我以为我可以清闲一阵子呢。案例报告，给我看看吧。跟我说说你的督导问题吧。大风主的情绪波动很大。他第2次来我这儿的时候，他当时情绪很低落。贺老师，我是不是完蛋了？你想听到什么？我觉得我的人生要崩塌了。他告诉我，别人因为他的拒绝而孤立他。我感觉我得罪他们了，因为被人讨厌，就会被孤立。可是第3次他来我这儿的时候，他当时带有很强的攻击性。开始。他很开心地跟我说，别人因为他的拒绝而忌惮他。人应当适度的发威，要不然别人总会觉得你好欺负，会一直把你踩在脚下。那天晚上，你觉得他攻击你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来访者的情绪失控，当众跟别人打了起来。事后上了新闻，他的咨询资料被泄露了出来。他有个外号叫墨鱼，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嘲笑他、排挤他。他把他遭遇的一切归咎于你，一气之下就来找你报复。我想是这样的。你有向来访以外的人透露来访信息吗？没有，保密是我们这个职业最基本的职责，我不会外露的。再喝一口吧。谢谢。干燥，是实话。蹊跷，的确蹊跷。
小丽，我这边没问题了，你再去结合一下贺老师那边的意见就行。好嘞，钱哥，钱哥，这个给你，这个是我们整理的所有心理咨询需求的留言，然后这个是所有报名心灵使者咨询师的资料，我们已经按照来访者和咨询师做好分类了。太好了，哎，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对接了吧？是，但现在有个问题是，每个咨询师啊，擅长处理的问题都不一样，每个来访者的问题也不一样。我们现在就在琢磨怎么把这些问题对接起来更有效。对，而且这些来访者的诉求写得非常的不清楚，更难的在于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来访者在心理咨询师的角度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也不敢瞎推荐，咱们得对听众负责。是啊，你看这个留言，他说我每天都很累，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只想睡觉。我觉得每天都特别痛苦，但是却找不到原因。没有任何安全感，就算他把手机所有的信息都给我看，还是不行。他一出门，我就在家里不停地抖腿，坐立不安，无法入眠。这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的时候啊，就只能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也足以证明他们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他们去疏导困惑。小丽，你帮我把所有来访者的记录拿过来看一看。好的，钱哥。青青，哎，你帮我把婚姻、情感、家庭、学业、个人、职场这些关键词都打出来。好嘞。虽然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们能明确知道他们问题出在哪。哥，打好了。好，咱们在选择心理咨询师的时候啊，这个度要把握好。我们尝试分类一下。每次考试的时候呢，肚子都不舒服，去了医院，医生说肠胃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紧张。学业。哦。哎，咱们选择心理咨询师的时候啊，这个度要把握好。哎，这有一个，王文瑜，京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认证的心理咨询师，从业呢有13年，擅长个体咨询和家庭咨询，有多次系统家庭治疗培训的经历。丽丽，我又回来了。我错了，我不应该阻止你去追求你真正的爱情。你是对的，老贺。你脸怎么了？他家暴你？去报警。你干嘛呀？这个时候你还要忍他吗？不是他，那是谁啊？他老婆。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呢，她是我的。你好，我是童瑶，王中仪的老婆。好好的土鸡不做，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你运气挺好的，可惜你没这个命。我这样会不会耽误你的来访者上班啊？不会，我暂停几天。为什么？我太累了，想回我妈那儿休息几天。这几天你也好好休息。你怎么不骂我？你也是被骗的，要骂也骂那个渣男。可是我还是好难受。行，那咱们分析一下，他到底有什么好让你这么难受？你喜欢他什么？他哪儿好？对我好。还有吗？有钱。行，他对你的好是唯一的吗？你能保证他永远对你好吗？他的钱是你的吗？他花的钱你自己没有吗？所以难个屁呀！
去他的渣男！去他的渣男！去他的渣男！哎呀，我的菜园子啊，终于热闹起来了。以后你们就把这当自己的家，想吃什么就跟我说，给你们做。年轻人呐，就得多吃肉。家辉啊，多大了？我91年的，属羊的。对。啊，那你比赫顿大1岁。对。这是我的泰勒斯弗罗斯。我记得我小时候有次生病，我妈把这个送给了我，我抱着它睡觉，马上病就好了。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了我的守护神。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啦。对你来说这么重要，你还把它送给我？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好起来。我抛下一切离开，是我要用一生去背负的过程。我把孩子留给你，是因为你一直爱着他，希望你能继续护他周全，给他安稳的生活。要不是季景聪，妈不会变成这样。带他久了，看到他，就像看到孩子一样。你有爱过什么人吗？没有。汤丽丽，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打呀？老贺，我知道你这几天关门是为了陪我，但是我们的贺大心理咨询师如果真不在的话，那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明而不返。所以我决定造福他们，我打拳，发泄出来，咱们的生活还得继续，对不对？可关键我不会打呀，没关系，有人会。你怎么来了？我先说好啊，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是丽丽姐让我来的。你伤好了吗？哎，都是一些破皮小伤，没事儿。赫顿，你帮我一下。怎么样？自拳、自旋、直拳是基础的拳法，你有听说过吧？这是在实战当中经常会用到，我一会儿会教你。你小心点啊。架势不错。怎么着？怎么着？我是让你来挨拳的，又没让你来教拳。来吧，看看你的本事。准备好了吗？来。用力，用力来，用力，感受不到你的力量。呀！再来，再来，用力！呀！呀！来！再来！呀！用力！唐丽丽，你要干嘛去？你怕了吗？谁怕谁啊？来！来！没吃饭吗？用点力气！再来！来！就这点能耐！再来！
道我遇见了你，我想安定下来，好好跟你在一起。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最好、你最喜欢的婚礼。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幻想，我爸送我出嫁的场景，他挽着我的手，把我交给我心爱的人。我一定要给你一个最好、你最喜欢的婚礼。唐丽丽啊，你是真没出息，就给了你这么点甜头，你就魂不守舍，你这么缺爱。陈开义，来，来，来，让我看到你本事！没吃饭吗？继续，来，唐丽丽，你一直被打都爬不起来，看来你天生就是挨打的命。好好的土鸡不做，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陈开义，我打趴下你，我就不进躺。我感受不到你的力量，来！老何，你把手机给我关上，好吵。明白。用力！来！再来！用点力气，用力，用力！没事吧？这就对了嘛。看，你赢了。强哥，谢谢。不好意思啊，带你熬大夜了，吃狗血。本来就是大家一起做的，有什么可不好意思？陈哥，刚才我多少没有玩啊？哎，先把大家叫起来吧，根本睡呢。行。哎呀，吓死我了！起来吧，吓醒了。哎，起来吧，不早了，今天先这样，明天再继续。那不行，说是福利休息，你指不定又得一个人在这加班。这个初步筛选的资料早上都做的差不多了，就剩录入心理治疗小组了。明天让大家再分一分。你好，您是来提交资料的？请问你们这儿有什么咨询师吗？哦，您需要哪方面的咨询？是这样的，我们对您的需求了解的清楚一些呢，才能给您更好的推荐。就关于咨询内容的方面呢，我们是不参与的。那算了。等一下，
这些呢都是通过一些审核的咨询师的资料，您可以看一下。你看，这是黄老师，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他擅长的是恋爱跟婚姻的咨询。还有这个刘老师，他呢是做家庭治疗的，主要是做亲子关系的咨询。还有这个何顿，他擅长的是个人成长咨询、人际社交的咨询，还有创伤事件后的处理。如果您听过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对他有一些了解。还有这些，您都可以看一下。谢谢。你有任何需求，随时联系我们。这个人有点奇怪啊。再不要使用太多，会有副作用。觉得情绪实在控制不住的时候再吃药。近日，海市济阳区某小区内，一名男子昏倒在家。据悉，该名男子是严重过量服用一种名叫百忧解的药物而昏倒。前期正在接受心理咨询，但在疗程期中呢，他自主服用了一种叫百忧解抗抑郁药物，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服用，所以才产生了一些狂躁表现的副作用。该患者清醒后，自述在服药期间曾与人发生争执。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注意用药安全。警方在对该男子进行批评教育后，决定不予行政处罚。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海丰国际广播电台心扉夜话，我是你们的情感聆听人阿易，我是幸福谈话者赫顿。受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回馈啊，说上一次的 Say No 活动带给他们很多鼓舞，但是在这里还是要很遗憾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的活动呢暂且告一段落了。我们官方账号的留言和私信都会打开，欢迎大家踊跃发表自己的故事。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收到了一个叫梨花的资深听众，他对我们说，他即将是一个快45岁的人了。为了照顾好家庭、老人、丈夫跟孩子呢，她已经做了20年的家庭主妇。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呢，她第一次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拒绝这种机械又乏味的生活。在这之前呢，她从未出过远门，现在她即将独自一人翻山越岭，趟过江河，但她却不觉得害怕，内心感受到无限的自由与畅快。是的，其实梨花这位听众印象非常的深，因为他说在此20年，他周围的邻居都会喊他王太太，而直到他拿到驾驶证，在驾驶证看到自己姓名的那一刻，他无比的动容。他觉得这一刻他不再是王太太，也不是孩子的妈妈，他就是他，是除了家庭主妇以外，拥有了自己的姓名。没错，通过 Say No 这一次的主题啊，不仅仅给听众带来了一些安慰，其实对于我自己而言呀，我对于很多事情上呢，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发现所有的听众呢，都会谈到自己的家庭。我发现，在我们聊到如何拒绝、为什么不敢拒绝别人的时候，有不少听众喂，季教授，家庭环境，又或是是我佳慧。遭受过一些经历。上次您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我主动来讨。但是我发现啊，
一旦听众意识到了这个性格的习惯是来源于过去的成长与经历的时候，那他的行为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一些变化。也就是说，当你发现自己内心改变的时候，你的行为为之会发生同样的改变。其实我们每个人后天的性格形成跟家庭气氛、成长环境或是有关系，但请你们相信，你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可以获得新的重生。那何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当我们个人的成长和选择与家里的期望产生了矛盾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去抉择和取舍呢？我觉得不光是家庭成员，当我们个人选择与任何人的期待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都应当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和互相坦诚。我们生活当中可以遇到这样一类人，他们会根据别人设定的标准而做出反应，他们去迎合别人，去讨好别人，他们深陷我必须是好样的，我必须是善良的，我必须让关心我的人不再失望，这种深深的执念当中，长期以往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可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饱受煎熬。这既舍弃了自己个体化的发展，也阻碍了真实关系的建立。好了，一段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雨挺大。对。谢谢啊，小刘。今天要是没有你的话，肯定都被淋了。没事，我也正好顺路。行，那我就回家了。哎，这伞你拿着。这伞不是我妈妈的吗？哦，对，今天白天找阿姨借的。哦，那你怎么回去啊？你拿着吧。没事没事，这点小雨我平时都不打伞。谢谢啊。行，你走吧。妈。妈。妈，你在里面吗？妈，这已经是你第3次装死了，一点儿也不好玩。妈，卧室里不闷吗？别忘记，你的女儿可是学心理学的。出来吧。保安小玲送我回来那把伞是你的，他说是白天你借给他的，但是白天根本没有下。电视机还有余温，说明你是在10分钟之内关的电视。雨是在我回家前15分钟下的，而窗台上有露珠，说明你刚刚关掉窗户，而远远的你看见我回来了。于是你把准备好的假血洒到了地上，同时你也洒到了门把上，门把上面沾着血，说明你是从门外走向门里的。妈，我跟你说啊，你这次是真的吓到我了，你知道吗？你再这样的话，我以后不回来了。我真的生气了，我走了。俊俊，俊俊。这脸上都是血，都成小花猫了。下次别这样了，吓死我！我真的不是故意吓你啊，我就是这2天看着，哎，别动啊！你看看，这个就是口红和红酒和出来的，像不像真的血？像。放
擦了。你要是生我的气了，你可以打我啊！你要不打我吧？不打，打吧。我就是不想让你老偷偷的哭。把什么都闷在心里。我没有，我刚刚就是吓到了，所以哭了一下下。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真的。你真不生气啊？嗯。那我就不摸你了。好讨厌。哟，什么？你没闻到？好像什么糊了，是不是？对，我又犯了一个错。我给你炖的花椒猪肚鸡肯定是烧糊了。这个错我怎么老是连着犯呢？对不起。你这状态，表达的是什么情绪啊？恋爱了？被骗了？吵架了？你这牙尖嘴利的，也不应该吵输啊！你站我菜地里干嘛？哎，你这么大一坨杵渣挡着阳光，把我小白菜的营养全抢了。你现在学精了啊！学会欺骗老师，刺激你情绪治疗了。出事了。我教过这个吗？我哭。还赖上了。小白菜无依无靠，临了还成为人间一盘菜。你呢？衣食无忧，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有不少朋友，有那么好的妈妈，还要跟小白菜争高下呀？你说是不是一旦犯了错误，就再没有办法修复了？就像一道沟痕一直横在那里，无论你怎么努力，辛辛苦苦的10几个春夏秋冬，你以为时间能够填补一切，结果你发现，那上面只是盖满了落叶，因为你看不到，就以为不存在了。其实它一直在那儿。这不大像是心理咨询师说的话呀。我现在就是一个迷路的女儿，
我妈昨天让我回家吃饭，我回去发现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门口都是血，结果逗我玩呢，拿口红画的。老小孩逗你玩，多有意思呀！她又开始喊我俊俊了，以前是无意识的，可是现在我也不知道了。您觉得呢？又要下雨了。您笑什么呀？你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我是作为师长、朋友，还是心理咨询师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作为心理咨询师，前2个身份是个阻碍。作为朋友，我又不善于安慰。作为师长，那我说的话就更难听了。那您说吧。首先，我得批评你关心则乱。你叙述的这件事情，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先排除他故意责备你的假设。你母亲假死，它意味着什么？过度关注死亡，因为我弟弟。其实也不能怪你。作为女儿，确实没有办法客观的去分析这件事情。比起你弟弟当年的死，站在我现在的年龄的话，年纪大了，谁也免不了俗。倒不是怕死，而是害怕跟自己最爱的人分开。他可能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死亡。小温老师，赵女士，请进。哦，对不起，你的客人是不是刚走啊？您今天怎么提早来了？是这样。啊，谢谢，我很喜欢喝你的茶。是这样的，你上次咱们咨询的时候，你最后说过一个什么创伤后应激障碍。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我回去想啊想，我今天突然想到了，我有一件事情，会不会跟这个有联系呢？说来听听。我弟弟被大水冲走以后，我失明了很久很久。我妈妈就觉得我可能是掉进河里啊。
犯过，直到现在我眼睛好好的。听起来，您当时的失明不属于器质性问题，您的失明还有恢复都跟强烈的情绪有关，比较类似转换障碍的问题。当然，在遇到巨大精神冲击的时候，是有可能会出现视觉功能障碍，也有的人会出现不能讲话、听不见或者是瘫痪的症状。那你是说，我这个创伤跟眼睛失明是有关系的？是有这个可能性。当人的精神遭受到重大冲击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情绪反应。当情绪不能获得正常的释放，大脑就会借助各种躯体障碍来消除或者是减轻这种反应。那如果这种反应都没有了，是不是就能说明我真正的好了？那也不一定，因为联想或者是重新体验到初次发作时的情感是很有可能再复发的，而且很有可能会是因为暗示或者自我暗示所引起的。那小孟老师，我以后会不会再次失明，或者永远失明呢？这个您不用担心，转换性障碍不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果您当时没有复发，再次发作的可能性并不高，只是在往后的暴露治疗当中，我们需要考虑这样的风险，把握好暴露的进度，就不会有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上次说的 PTSD 吧，您再跟我说说您的症状。星飞夜话 Say No 专场。同时段是队内第一。哎，那台里呢？台里呢？同时也是全台第一。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继续加油，别闹啊，继续好好干活啊！风水宝座轮流转。不对，这宝座本来就是我们的。对，小黎说的对。咱们总算是熬出头了。就是。吃什么呀？今天宵夜人均最多200。200不行，250。是不是不吉利？陈开义，潘达让你去他办公室走一趟。哦，我先去啊。等我啊！等我！加油，加油！我觉得考得挺好。妈，妈。
哎，柯顿，我跟你说呀，钱开一，我妈好像出事儿了。晨曦绽放出一朵花语，这里有你与咖啡的香气。无论是阴霾转雨，还是天气忽然放晴，我都想和你在一起。一阵雨，轻轻的、远远的飘出了天际，也带走我蓝色和多云的回忆。绽放出晴朗如歌的风景。也看见你跃入星辰的眼睛，它温暖我的笑容，倾听我真实的声音，给我最温柔的回忆。看见了美丽的爱情，之间来临，牵你的手，我能感受到你的心。牵你的手，我能感受到你的心。